师，完全就是滑蛋鞋。奇瑞风云 T8 刚刚上市的新车啊，今天咱们来做一下这台车的性能测试。然后这是一个长续航顶配版的车型，它搭载的是奇瑞的 1.5T 混动张力发动机，然后再加上单档混动变速箱。今天咱们主要有2个问题，首先第一点就是这台车的加速性能表现到底怎么样？第二个问题就是有电和没电状态下加速体验有什么差别？围绕这2个问题呢，咱们马上开始。我们先来测试馈电状态下的加速性能，因为这台车现在正好就没电，是20%的电量，馈电的状态。然后我们测试的过程呢，全部都是运动模式。OK， 运动模式，然后 ESP 关闭，这样的状态直接地板油去测试。OK， 第一次测试，走，有点冷。地板，再来一次。走。刚刚我们对这台车做了连续5次的馈电加速，然后电量从20%降到了15%。我们来看一下加速成绩啊，成绩连续5次的测试分别是 9.69 秒、9.68秒、9.50秒、9.68秒、9.50秒。OK， 2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台车在馈电的时候，它的加速性能怎么样？我想说的就是，我觉得它的馈电状态下加速性能应该是比这个数据要更快一些的，应该只有9秒出头这样一个水准，跑不到9.5或者9.6秒。为什么会跑到这个成绩呢？就是这台车在馈电状态下起步的时候，它的轮胎还会打滑，也就说明，前半段的电机的扭矩爆发比较大，所以失去了抓地力，浪费了一定时间。所以结果就是前中段这台车加速还是比较快的。那中后段之后，它的加速能力就比较一般，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水准了。OK， 所以家用来说的话，日常开动力完全是 OK 的。跑高速再超车的话，可能时速100之后，你会觉得稍微有点疲软。然后另外想讲的一点就是，即便在馈电状态下，从20%的电量跑到15%的电量，它测出来成绩相当稳定啊。2次9.50秒，2次9.68秒，就是成绩几乎是一模一样的，说明在低电量状态下，它动力的衰减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少的了。摩擦摩擦，站在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滑板鞋，一步两步，一直滑了60公里每小时，轮胎都干冒烟了。哇，这个0-100没法测，真没法测。在电量比较充足的情况下，风云 T8 这一条235的长轮胎是完全 hold 不住它的动力的。然后这台车它的电机的扭矩爆发确实非常恐怖。所以当我第一次测这台车的0-100加速的成绩的时候，直接运动模式，然后 ESP 关闭，地板油下去，结果呢，轮胎都给干冒烟了，一直向前滑，一直滑到时速60左右才会慢慢的恢复抓地力，所以成绩就没法测出来，成绩会非常慢。然后我又尝试很多方法，比如在运动模式下，我把它的车身稳定控制系统给打开，那这样的情况下，起步的时候确实不会出现明显的打滑，但是它会切断动力，结果测出来的0-100成绩呢，也只有8.3几秒左右。然后我又尝试了切换舒适模式，再去测成绩，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想要测出更快的加速成绩呢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在运动模式下把电子稳定程序给关闭，然后通过你的脚控制油门的大小，来让这台车获得一个更快的加速性能。然后我测了好多次，连续测了10次之后，然后只有当你的轮胎和地面处在一个打滑非打滑的状态下，这台车才能以更快的速度冲出去。那我们测试最快的0-100加速成绩呢是 7.89 秒，然后绝大部分成绩都是 8.05 秒、8.07 秒、8.09 秒，8秒出头这样一个水准。我想说的是，就这台车它的0-100加速成绩或者是它的潜力绝对不止 7.89 秒这个数据。那如果换一个抓地力非常强的轮胎的话，我觉得它应该是可以轻轻松松跑到 7.5 秒左右的。所以说这台车的电量比较充足的情况下，加速性能还是比较强悍的。然后另外一点，10次成绩我直接打在屏幕上，能够看得出来，10次连续的加速的话，它的加速性能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衰减。OK， 那风云 T8 它的性能测试大概就这样，你们觉得这样的性能表现怎么样呢？更多关于风云 T8 的信息，欢迎上方点击搜索，真实车主口碑、成交价信息等着您。